科学家们正在对我们在深空中发现的东西感到担忧。2021年，人类历史上最贵的望远镜升空了，造价超过100亿美元，延期发射了14年。全球数千名科学家参与建造，它叫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所有人都以为它会带回震撼的宇宙照片，帮我们填满已知宇宙的地图。没想到它带回来的东西让科学家们坐在白板前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发现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第一个发现直接让全球天文学家集体陷入沉默。望远镜对准深空一片区域，捕捉到了一个天体的光。科学家测量完数据之后，手都抖了。这个东西存在于宇宙大爆炸之后仅仅3亿年。听起来3亿年很长，但宇宙现在138亿岁，3亿年相当于宇宙刚出生2个月。这个年纪的宇宙应该什么都没有，一片混沌散乱的气体，稀稀拉拉的原始恒星，慢慢地靠引力把自己凑在一起。但这个天体不是那样的，它极度明亮，结构紧凑，里面包含的恒星总质量相当于数亿个太阳。要在区3亿年内积累这么多质量，就必须以100%的效率把所有气体全部转化成恒星。而我们自己的宇宙里，星系把气体变成恒星的效率只有可怜的几%，差了20倍不止。这在物理上根本做不到。科学家们没有放弃，他们用光谱仪把这个天体发出的光分解成了一条详细的化学条形码。每种元素、每种物理状态都会在光谱里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记。结果出来，所有人都沉默了。光谱里出现了一个极其特殊的凹陷，精准出现在1640I 这个位置。这个凹陷只有一种解释：这个天体里存在大量处于冷而弥散状态的单次电离氦。问题来了，一堆高温核聚变恒星根本制造不出这种特征，温度不对，结构不对，全都不对。那么这是什么？研究者们提出了一个大胆到让人头皮发麻的假说，这可能是一颗超大质量暗物质星。注意，这不是科幻，是写进论文里的正式假说。这种天体是宇宙中已知任何东西都没有的形态，它是一团巨大的、蓬松的、几乎全由原始氢和氦构成的气体云，没有燃烧的核心，却在发出耀眼的光。那它靠什么对抗引力维持自身？靠暗物质湮灭。理论上，暗物质粒子在高密度环境下会互相碰撞，相互湮灭，释放出纯粹的热能。这股热能向外扩散，就像一个永远充气的气球，顶住引力的挤压，让整个天体永远飘在那儿，不坍缩，不点燃，就这么发光。它不是恒星，却比恒星更亮。它依靠的燃料是我们至今连样品都没有的暗物质。如果这是真的，我们对暗物质的全部认识都要从头来过。但这只是第一个发现，第二个更让人坐立难安。当科学家翻看韦伯传回来的深空图像时，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在大爆炸后约6亿年的宇宙背景里，密密麻麻散布着数百个极小却极亮的红色光源。大家给它们起了个温柔的外号，叫小红点儿。听起来可爱，但没有人觉得它可爱。因为如果把它们按亮度换算成质量，每一个小红点里都藏着近乎整个银河系规模的恒星数量，而银河系花了将近140亿年才攒出这么多恒星。在宇宙诞生后的几亿年里就出现了这种东西，科学界当时的反应就俩字儿：不可能。他们给这些天体起了个新外号，叫宇宙破坏者。为了搞清楚真相，科学家们对这些小红点做了长达几十小时的专项光谱观测，然后发现光谱完全不像一堆恒星，而是呈现出一个 V 字形的轮廓。更关键的是，仪器检测到了宽巴尔默发射线。发射线宽意味着内部气体在剧烈运动，有多剧烈？这些小红点里的氢气旋转速度超过每小时320万公里，普通恒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宇宙里唯一具备这种引力浓度的天体只有一种超大质量黑洞，谜底揭开了。所谓的小红点其实是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被厚厚的冷气体球层层包裹。黑洞在疯狂吞噬周围物质产生的巨大摩擦热，把整个气体壳都照得通亮。科学家把这类天体命名为黑洞星，披着星系外衣的黑洞。
但问题还没完。现代宇宙里，黑洞和它的宿主星系有一条严格的比例规律，黑洞的质量大约是整个星系恒星总质量的1/1000，两者同步演化，几乎没有例外。黑洞大，星系就大；星系大，黑洞就大。这条规律适用于我们观测到的几乎所有成熟星系，可靠程度堪称宇宙铁律。然后这些黑洞星把这条铁律踩了个粉碎。科学家算完质量之后，发现比例完全不对，有的黑洞质量占到宿主系统总质量的10%，有的甚至和整个宿主一样重。这是正常比例的100倍，甚至1000倍。一个新生宇宙里的黑洞是怎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把自己喂成这么大的怪物？这里涉及一个物理上的硬约束，叫爱丁顿极限。黑洞靠吞噬周围气体生长，但吞得越快，产生的辐射压力就越大，辐射会把食物推开，卡住黑洞的生长速度。这就像往一个漏斗里猛倒水，超过某个速率，水不但进不去，还会从边沿溢出来。爱丁顿极限就是宇宙给黑洞生长速度设置的出厂限速，在这个限速之下，一个从最早的恒星坍缩留下的小黑洞种子，要长成数百万倍太阳质量的庞然大物，需要数十亿年。宇宙没给它那么多时间，科学家们被逼到墙角，不得不提出一个叫直接坍缩的假说。巨大的原始气体云完全跳过恒星形成阶段，直接整体砸成一个超重的黑洞种子。即使这个从未被证实的捷径是真实存在的，也依然解释不了这些黑洞是如何比自己的宿主星系长得快1000倍的。问题还挂在那里，没有答案。好，前两个都是宇宙深处的事，现在我们离家近一点，只有280光年。那里有一颗行星叫 TOI 561b， 它的母星非常古老，年龄约100亿岁，是太阳年龄的2倍。这颗行星绕着它公转，轨道半径不到160万公里，是水星到太阳距离的1/40，一圈公转只需要10.5小时。由于太靠近，这颗行星被潮汐锁定了，永远一面朝着恒星，另一面背对星空，永远白昼，永远黑夜，永远如此。按照标准的行星模型，它应该是一块光秃秃的裸岩，白昼面温度接近2700摄氏度，什么大气都没有。因为一颗离恒星这么近的行星，大气早就被恒星的辐射轰没了。更何况这颗恒星已经100亿岁了，100亿年的持续轰炸，这颗星球早就应该是一块被反复烤焦的石头。韦伯望远镜连续盯着它看了37小时，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实测温度是1760摄氏度，比预测值低了将近1000度。而且光谱里有几个特定波段完整消失了。温度低了1000度，特定波段消失，这只有一种解释，它有大气层，而且相当厚，这根本不可能。但观测数据就在那里，不会撒谎。既然原始大气早就被吹光了，那韦伯看到的这层大气只有一个可能，是后来重新长出来的，而且还在实时生长。怎么做到的？因为白昼面温度实在太高，整个被恒星照射的半球根本不存在固体岩石，全部是沸腾的熔岩海洋。这片熔岩海洋就是一台永不停机的行星发动机。岩浆里的挥发性元素不停地被加热到沸点，向上蒸发，一刻不停地往大气层里注入新气体，可能是气化的岩石，可能是高浓度二氧化碳，可能是大量水蒸气。恒星在上面一层一层的烧，熔岩在下面一层一层的补，毁灭与重生，在这颗行星上永无止境的循环。我们以为那些离恒星太近的行星早就是死星，没什么好看的。TOI 561b 用一份实实在在的观测数据告诉我们，错了。我们的模型漏掉了一个巨大的变量，但你以为这就结束了？不，第4个发现是我个人觉得最让人细思极恐的。研究人员把韦伯对准了宇宙大爆炸后约8亿年的某个区域，只是例行的深场观测。图像传回来，他们发现了5个独立的星系挤在一个极小的空间里，而且这5个星系正处于直接的物理碰撞之中，引力场彼此纠缠，相互撕扯，正在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巨大结构。科学团队把它命名为韦伯5重奏。
他们用光谱仪分析了碰撞区域的气体，发现了强烈而均匀的电离氧信号，遍布整个视野，扩散到了5个星系之间的虚空里，覆盖范围达到数十万光年，比整个银河系还大。然后问题来了，一个大的离谱的问题：宇宙大爆炸只产生了3种元素，氢、氦以及微不足道的一点锂氧。早期宇宙根本不存在，宇宙里的氧只能在恒星核心里锻造，然后通过超新星爆炸才能被抛进宇宙空间。光这一个流程就需要数百万年，而且那不只是在一个星系内部散布少量的氧，韦伯的数据显示，大量的氧弥散在5个星系之间数十万光年的虚空里。要把这么多重元素从星系的引力井里抛出去，需要数千颗超新星同时爆发，持续燃烧数亿年，才能产生足够强大的星系风。现在把完成所有这一切所需要的时间加在一起，等第一批大质量恒星形成，等它们燃尽死亡，等第2代恒星产生，等第2代恒星也死掉并制造出足够的星系风，等5个独立星系彼此找到对方，完成合并，全部加起来远远超过8亿年。但在大爆炸后仅仅8亿年，这一切已经全部发生完了，不是多了一点，是根本不够用。这件事说明，早期宇宙里星系演化的速度、重元素积累的速度、结构聚集的速度，全都比我们的物理理论所允许的快得多，快到我们现有的任何框架都解释不了。好，最后一个发现，规模最小但触碰的问题和我们自己的起源直接相关。距我们大约500光年，有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年轻恒星系统，叫变色龙座 CT。中心恒星还很年轻，被一大片旋转的气体和尘埃盘包裹着，那是建造行星的原材料仓库。在这个系统的外围，有一颗刚刚形成的气态巨行星，它的引力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更小的次级圆盘——卫星盘。这个结构的作用只有一个：制造卫星。科学家用韦伯的中红外仪器分别对主盘和卫星盘做了化学成分分析。主盘里有什么水蒸气、基本硅酸盐、标准建材、碳分子，一个都没有。卫星盘里有什么浓郁复杂的碳化学信号，满满当当。不仅有碳，还有苯。苯是一种复杂的环形碳氢化合物，在太空中合成苯需要大量可用的原始碳加上充足的能量。而卫星盘所在的环境极度寒冷，被行星遮住了大量星光，根本缺乏合成复杂有机分子所需的辐射和热能。你告诉我，仓库里没有面粉，货架上怎么全是蛋糕？行星形成有一条被视为铁律的原则：一颗恒星和它的整个行星系统诞生于同一片星际物质云，化学配方从一开始就锁定了。主盘里有什么，行星才能用什么。这是物质守恒在宇宙尺度上最基本的应用，但变色龙座 CT 系统把这条铁律当面击碎了。给整个系统供料的主盘没有任何可测量的气态碳，但那个直接从主盘接收物质的卫星盘碳分子满溢。这就好比从一口空缸里舀出了满满一碗水，物理上根本做不到。科学家们只能提出一个全新的框架：年轻气态巨行星周围的这个局部环境并不是一个被动的物质收集圈，而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独立化学工厂。它自主地把锁在尘埃颗粒深处的固态碳提取出来，气化，然后以我们目前认为不可能的速度快速合成复杂的有机分子。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卫星的形成从来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种被动继承。卫星盘本身就是一个能制造全新化学物质的独立系统。那么问题来了，当年月球形成的时候，地球身边那片卫星盘里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以为我们了解月球的诞生，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太阳系，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宇宙的运作方式。把这5个发现摆在一起，你会发现每一个都在说同一件事：我们并没有我们自以为的那么了解。从距离我们500光年的卫星盘到宇宙诞生后3亿年里的暗物质星，韦伯望远镜在每一个尺度上都发现了同一个规律：宇宙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复杂、更有创造力。我们以前描述宇宙，喜欢说一切从大爆炸开始，按部就班慢慢演化。这5个发现把这句话砸得七零八落。
宇宙不是一台慢慢运转的发条机器，它更像一台全力燃烧的发动机，在每一个尺度上都在实时的创造、重组、突破极限。而且它这样做的速度比我们所有的模型都快得多。正在分析这些数据的科学家们，没有一个人是绝望的。他们在修改引力理论，在重建黑洞的形成路径，在重写行星化学演化的规则。科学从来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是靠证明我们是对的，而是靠发现我们究竟错在了哪里。韦伯望远镜被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找到物理学失效的那些精确坐标。他现在找到了，一共5个，还在继续。而在我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这个时代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撞上了一堵新的墙。而这一次，我们终于有了一台足够强大的望远镜，能把墙那边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边有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正在走过去。